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分享一道无糖无油黑全麦的欧式面包。这种面包啊，吃起来麦香味儿，就是那种粮食的味道，特别浓郁，越吃越香，也很健康，非常适合各种年龄段来吃。最近天气也热了，我也想减减肥，吃了几个感觉不错，在此也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咱来和面，材料只有4种，是500克的 T85 黑全麦粉中加入5克的酵母粉。那什么是 T85 的黑全麦粉？后面抽时间给大家解释一下。简单的搅拌一下之后，加入3克的盐，最后加入400克的水，揉成一个面团就行了，是不是感觉还挺简单的？但是重点在后面，因为咱们是用的全麦粉，全麦粉不好发酵，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用鲁邦种来做这种面包。鲁邦种就类似于做馒头用的老面头，自己做的话需要发酵36个小时，时间太长了。但是优点在于纯天然，这种方法后面再分享给大家。今天是分享一个更简单的，当天就能吃上的一个做法，类似于水和法。首先就是把材料揉成一个均匀的面团，也不需要揉得太仔细，只要里面没有干粉就行，然后盖起来直接发酵。那发酵到体积翻倍之后，里面都是这种密密麻麻的小气孔，然后就准备少许的清水，用手沾着清水把面团揣回到原来的大小，也不需要太复杂的操作，大概2分钟吧，只需要看着面团差不多回到原来的大小，就盖起来重新发酵，那这样就算第2次发酵了。同样发酵到体积翻倍之后，手上沾着水再揣回到原来的大小，然后再盖起来进行第3次发酵。第3次发酵好了之后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点坚果或者是果干，这个就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点就行。然后伴随着加入的坚果还是揣回到原来的大小，再盖起来进行第4次发酵。这几次手上沾的水加上刚才和面用的水，一共是用了450克。这种方法可以让全麦粉更充分的发酵，做出来的面包麦香味道更重更好吃，相对还能更松软一些。那第4次发酵好了之后就不沾水了，这一次是沾上面粉，普通的面粉就行，把面团简单的揉一下，就是让面团均匀的沾上面粉，然后放到发酵篮里进行第5次发酵，这也是最后一次了，所以要加点面粉，方便发酵好之后取出来。今天用到的这个 T85 的黑全麦粉就是法式面粉的常用编号，就像汽油的编号929598一样。欧洲人喜欢吃面包，所以他们对这一类的面粉分类会更细一些。一般常用的全麦粉有6种，数字越小就证明磨得越细。一般的情况下用80的或者是85的就行。不过这种进口的带有编号的面粉太贵了，如果是用咱们这边自己产的全麦粉，我觉着只要是磨得比较细的，其实都可以。只不过咱们这边不怎么吃这种面包，对于这一类的面粉没有太细致的分类，在家里做其实做出来都是差不多的。那第5次醒发到体积翻倍之后，直接倒在盘子上，然后再撒点面粉，最后打上花刀就可以送入烤箱了。烤箱记得提前把温度预热好。烤这种全麦的欧包一般都是用蒸汽的烤箱，原理就是烤的时候烤箱会喷蒸汽，那撒在表面上的面粉就会变成浆糊，这样烤面包的时候不但能增加湿度，还能更好的锁住面包里的水分，让全麦的面包也能膨胀起来，不但烤出来的面包更松软，而且裂纹会更好看。那以80升的蒸汽烤箱为例，是设置到240度的蒸汽烤，面包居中烤30分钟左右，烤箱每小时升，温度降低10度。如果没有蒸汽烤箱，普通烤箱也能烤。有2种方法，第一种方法是买上少许的沸石，就是一种石头，加热之后加点水放进烤箱里，石头散热就会产生蒸汽。第2种方法就是人工的往里喷水，不过不建议这么搞，没经验的话容易把烤箱弄坏。那如果不加蒸汽直接烤也行，就是烤出来的面包稍微有一点硬，体积小一点，我觉着现做现吃，当天做当天吃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普通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以80升的烤箱为例，是预热到上下200度，同样面包居中烤30分钟左右，烤箱每小时升，温度降低10度。
那到这里，一款无糖无油全麦的面包就做好了。虽然做法不是很正宗，但是味道和口感其实都差不多。如果吃不习惯这种全麦的，可以往里面按照比例添加高筋粉，就比如50%的全麦粉加50%的高筋粉，把面包做得更软一些，根据自己的口味灵活调整就行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